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？上中文课的时候，你基本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，看中文教学视频、播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可是，一看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，你突然就懵了。你明明觉得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每一个字你也都认识，你好像也见过这样的句子，但你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这是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最难受的事情，你同意吗？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，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上个视频我们一起聊了聊可理解性输入。可理解性输入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，要找到适合自己语言水平的视频，用这些视频来学习。如果视频太难，不适合学习；如果视频太简单，也不适合学习。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找到可理解性输入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视频。今天我想和你们聊一个新的话题。即使我们已经看了很多的真正的可理解性输入的视频，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很难看懂电影里的中文、电视剧里的中文、综艺里的中文。为什么呢？我先告诉你，听不懂这些中文不代表你中文学得不好，正好相反，这代表着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了，你进入了一个更真实、更复杂，但是也更有意思的中文世界。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们会一起看几个电视剧的片段，一起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听得懂中文老师的中文，却听不懂电影、电视剧里的中文。在我分享的时候，我也会用一些不正式的中文，就是在课本里看不到，但是说话时经常用到的中文，一起看一看你能不能听得懂吧。今天我们主要会看一个电视剧，这个电视剧是最近才有的，它的名字是《突然喜欢你》。这里突然喜欢你，这个电视剧的类型是一个偶像剧，偶像 idol。偶像剧就是爱情电视剧，然后在这个电视剧里有男主有女主，他们一开始是陌生人，然后慢慢的认识熟悉，最后爱上了对方。偶像剧的剧情一般都不太真实，一般都比较狗血。比如霸道总裁爱上我，再比如很多国家都拍过《流星花园》。最开始是韩国的偶像剧，但是后来在日本、泰国、中国都有类似的偶像剧。这里面有很多桥段其实比较俗，比较 cliché， 但是虽然比较俗，但是看起来很快乐、很放松，不需要用脑子。今天我们就一起用一个这样的偶像剧来学习中文，不要有压力。先说电视剧。电影里的中文的第一个特点，灵活。电影、电视剧里的中文句子的结构非常灵活，和课本里的标准句子不太一样。不是不对，只是为了听起来更自然，更像真人在说话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片段。这位女主播深受现在观众的喜爱，这个名字我给取的。与她的外貌非常的符合。我们公司在打。凭什么切我直播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没看到有贵客在吗？这是男主和女主的第一次见面，在一个公司里。我们看这两句话，这个名字我给取的。第一句，第二句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意思很简单，对吧？如果在课本里，他们应该是这个名字是我给他取的，是谁让你进来的？
这是我们已经学过的强调句，是的emphasis structure。比如这个手机是我自己买的，我的头发是在理发店剪的。YouTube 视频也是我自己编辑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说的更简单，所以这个结构是的会变成的。总结一下，这一段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词：灵活。结构不标准不代表不对，只是更像真人在说话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特点，口语。就是电视剧里会有很多的网络流行语和一些中文的俚语。你不是没学过中文，而是你学的是书面中文，他们用的是生活中文。如果你的老师不教你这些的话，你很难有机会学到这样的词。我们先看第一个片段。朱梦梦小姐，虽然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，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正式介绍一下对方？我看见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相亲本来就是家里人逼我的，我根本就不想来。而且你可能老大不小了，家里人催婚，但是我吧，一直觉得年轻就应该多玩，你说是吧？这里是男主和女主在相亲。现在两个人应该都不喜欢对方，所以说话也比较难听。这里女主说：“你可能老大不小了，家里催婚。”老大不小，这里的4个字都很简单，但在一起意思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老大不小的意思是年龄比较大了，不年轻了，经常有一点讽刺的感觉。讽刺。比如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喜欢娃娃？你想结婚吗？我不想，我也不想生孩子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天真？再来看一个片段。难怪您儿子不愿意跟您聊天，你爹味儿太重了。爹味？什么爹味儿娘味儿？我本来就是他父亲，好吗？也是。你们知道爹味或者爹味儿是什么吗？我觉得英文里应该有一样的表达 ，You sound like a dad， 或者 Don't be a dad。意思是这个人总是想教我们东西，教会我们东西。这个人总觉得他是对的，他不会犯错，所有人都要听他的，他总想控制别人的生活。这里男主的爸爸不喜欢女主，所以想给女主很多钱，让女主离开男主。这真的是很传统的方式，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里很少有人这样做了吧。我们需要自由的爱情，我们不喜欢这样传统的做法，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很爹味儿。这个爹味儿和年龄没有关系哦。很年轻的人也可以很有爹味儿。有些女生很喜欢有爹味儿的男生，有些女生很讨厌。我是第二种，我很讨厌爹味儿的男生。你们呢？总结一下，这一段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词：口语。你不是没学过中文，你学的是课本里的中文，而电影、电视剧用的是生活里的中文。说到这里，其实你应该已经发现一个问题了，不是你听力不好，而是电影里的中文本来就和课本里的中文不一样。如果你也想通过电影、电视剧的片段来学习中文，你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 link 参加 Nonsense Builder Program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用电影学中文，有中英文字幕、拼音、汉字笔画，还可以加入中文学习社群，参加直播，给出反馈。如果现在申请的话，这些都是免费的。我们现在看第3个特点，省略。就是电视剧里的人在说话的时候，经常不说完整的话，可能只说一部分，但是其他的部分即使不说，别人也可以理解，所以很多话都不完整。
也有时候有些词会说的特别快。我知道在法语里有一个概念是 liaison， 中文里也有这样的连音。我们先看第一个片段。喂，你好。小林，你可以呀，我得给你记头功，升职加薪，你说吧，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什么都不要。女主在打电话，电话那边的人说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这句话其实完整一点，在课本里应该说，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无论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但是说话的时候经常省略第一个词。生活中还有很多例子，比如想吃啥我都给你做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今天不工作想去哪玩都可以。这些句子都是省略了第一个词，但其他不变。我们再说一个例子，我们都学过甚至，它的意思是 even。比如我看到一个男生，他很帅，非常帅，甚至比偶像都帅。他中文说得很好，甚至比中国人还好。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也经常省略甚至这个词。我看到一个男生，他很帅，非常帅，比偶像都帅。他中文说得很好，比中国人还好。虽然省略了甚至，但是你看我们说话时的样子，你也能听懂我们的意思。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。高董事长，聊聊。那我儿子跟谁联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，你想要多少钱？这里男主的爸爸来找女主聊天，当然不是快乐轻松的聊天，是很认真严肃的聊天，甚至有一点爹味儿。我们看这句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告诉我你要多少钱，什么告诉多少，这是很标准的中文，很清楚。但是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为了方便，为了不费力，经常会省略第二个字的发音。第二个字的发音只有一点点，在第一个音的后面一点点。什么告诉多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告诉我你要多少钱。我们再说一说生活中的其他例子。你干啥去？我不知道你名字。你好，我要一杯咖啡。在这儿喝还是打包？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听不懂中文，就是因为这么多的连音。这个和我们的中文水平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已经学习了最标准的中文，只是在说话的时候越来越熟悉中国人的说话习惯就好了。总结一下，这一段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词：省略。中文在真实对话里经常不把话说完整，因为有些信息即使不说，别人也能理解，再加上连音，说话速度一快，就更难理解了。我们现在看第四个特点，文化。有些中文句子你每一个字都懂，但你还是觉得怪怪的。这不是语言问题，而是文化背景不同。我们来看这个片段。好，你先忙。谢谢。伯父、伯母，婉君，婉君，谢谢你。不客气啊，伯母，您别见外。我爸爸呢，刚下飞机，没能及时赶过来，他让我呀先给你们送上祝福。您别见外，这句话怎么理解？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很多人，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，他们觉得如果我们是家人、亲戚、好朋友，那就不需要说谢谢，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不是外人。如果说谢谢，会感觉不熟悉，有点像外人。如果你来过中国的家庭做客，你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说谢谢。我之前有一次带朋友回家，他发现我们经常互相说谢谢，他觉得非常奇怪。所以在这个片段里，两位爸爸妈妈说了谢谢。这个女生说您别见外，意思就是哎呀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不需要说谢谢。
要是您说谢谢，那就是您觉得我是外人。这是一句非常地道的表达，但是不能在所有地方都用。在中国可以，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我不知道，你们能告诉我吗？在你的国家里，亲近的人们他们互相经常说谢谢吗？在你的国家能不能用您别见外这个表达呢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总结一下这一段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词：文化。有些中文句子你每一个字都懂，但你还是觉得奇怪，因为真正难的不是语言，而是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化逻辑。我们已经说了电影、电视剧里的中文的4个特点：灵活、口语、省略、文化。因为这4个特点，所以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听不懂中文，不是你听力不好，而是电影里的中文本来就比课本里的中文更真实，也更复杂。还有一个特点我没有说到，就是中文的口音。我现在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，有些人的普通话不太标准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方言和口音。不管你想学什么方言，想学什么口音，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找到适合的老师就好。现在的大多数的电影和电视剧，他们都说标准的普通话，当然也有一些方言的部分。比如去年很火的哪吒的师傅，他就不会说标准普通话，他说的是四川的方言。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如果我们听不懂这个，那就更不是我们中文水平的问题了，所以一定不要担心。先生，听说您爱喝酒。哎呀，不看下啥时候？谁在那儿闲心喝酒？给您放这儿了。哎，不得空，不得空，拿走拿走。哎，有病说。哎呀，救命一小口，该忽还是要忽悠。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不是你为什么听不懂，而是电影里的中文和课本里的中文本来就不一样。听不懂不是你的中文不好，而是你已经走进了真实的中文世界。今天我们的电视剧就看到这里。这部剧的名字是《突然喜欢你》。如果你也想用这个电视剧来学习中文的话，你可以在哔哩哔哩里找到这部电视剧。这部电视剧的 link 你也可以在视频的下面看到。这个电视剧里的普通话很标准，而且都是生活中经常说的中文，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成语非常多。这是最难的地方，是一个挑战。当然也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对用电影学习中文感兴趣的话， Nonsense Builder Program 的 link 你也可以在视频下面找到进行申请。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的话，请你在评论区里评论这一个表情包，告诉我你完成了。如果你们也有自己正在看或者自己喜欢看的中国电视剧，也欢迎你们和我分享电视剧的名字和电视剧里你们看不懂的中文。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有趣的词汇和表达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